这个世界上要寻找一个奇光异彩的地方，一个众神的国度，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世间，那就非位于喜马拉雅山下的尼泊尔莫属。这里神比人多，庙宇比住家多，感应比感触多，看不到的比看得到的多。相传中世纪的时候，以舍离的离车族人统治了尼婆罗，而尼婆罗就是今日的尼泊尔。到了12世纪，尼瓦尔人崛起，建立了马拉王朝，定都加德满都。15世纪末，马拉王朝分裂，加德满都、帕坦和巴克塔普尔等城市各自成为独立王国，形成三足鼎立局面。这是尼泊尔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当时的文化、艺术、思想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现今尼泊尔令人叹为观止的佛塔、神庙、雕刻，大都是建造在这一时期。王朝以一棵大树的木料修造了一幢三重檐庙式的建筑，取梵文名为加斯特满达普，意思是独木寺，转为尼泊尔语旧叫加德满都。可惜2015年大地震完全摧毁了这座建筑。是尼瓦尔人艺术家和工匠在几个世纪里建设的壮观的建筑。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杜巴广场有一座火女神庙，住着火女神库玛丽，是国王的保护神。库玛丽的人选必须是3到7岁的处女，且出身尼瓦尔，是家族金匠种姓，而且长相必须颈项如海螺壳光滑，睫毛如母牛浓密，腿如小鹿健美，前胸像狮子，声音像鸭子响亮。如今库玛丽变成服务观光客的卖点，在窗口她随时出现，让观光客瞻仰。帕坦王宫广场位于帕坦的旧王宫前，是尼瓦尔建筑的重要代表作。这一带有不少过去的尼瓦尔住宅。广场及周边的许多寺庙和建筑都是尼瓦尔人所建。尼瓦尔人是尼泊尔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有一个传说，他们是当年迦毗罗卫城氏家族的后裔，为逃避琉璃王杀害，来到加德满都古地定居。巴克塔普尔又名巴克冈，位于加德满都以东14公里，被视为中世纪的露天博物馆。从14世纪到16世纪，巴克塔普尔是加德满都山谷3个马拉王国中最强大的。全盛时期，这里曾经有172座神庙和寺院，77个水槽，172座朝圣者休息所和152口水井。经历过光辉灿烂的历史，保存千年后时的风俗文化与建筑景观，是世上少数还保有中世纪亚洲文明风貌的地方。上个世纪60年代，盛行嬉皮文化，大批自我放逐的西方年轻人来到加德满都，视此为理想的世间天堂。这造成了今日尼泊尔成为现代人为逃避现在物质文明荼毒的心灵净土与寻幽访胜的旅游胜地。太阳门又称黄金门，门上装饰着神秘的怪物和神话生物，具有很高的考古、历史和宗教价值。建造始于1696年，是马拉王朝最后伟大作品。随着马拉王朝的结束，尼泊尔建筑黄金时代也结束。这些呢，是外面有一座寺庙，全部用石头来建的啊，它叫巴特萨拉女神庙。是那个他们正在建的啊。原来这些那个石雕，他们都是文艺教的。12世纪起，尼泊尔马拉王朝进入辉煌时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与此同时，印度大陆正遭受回教徒的入侵，以血腥暴力镇压迫害佛教徒，致使印度佛教几乎消失殆尽。当时许多僧人携带佛教经典逃往尼泊尔，大批典籍和手稿的佛经得以保存。佛教徒的涌入也造成尼泊尔佛教一度兴盛，但是佛教思想已经慢慢走向后期大圣及秘密大圣，信仰上逐渐被印度教吸纳与融合，开始注重轮回转世、祭祀、咒术等仪轨，发展出密宗。而密宗就是透过尼泊尔传递到西藏。2015年的大地震为这些丰富的古迹带来致命性的破坏。虽然断垣残壁，处处都围楼，到处用一排排木棍支撑着，避免进一步倒塌。
受到弥漫着奇幻、神秘的灵气氛围。佛陀涅盘前强调，当依自周而自依，当依法周而法依，不异周不异依。不强调偶像崇拜及神通异能，而以凡身修习，追求涅盘解脱。然而，纯净的佛法经历漫长时间不断演变，开枝散叶，成为后世繁花似锦的各派教法。如今尼泊尔以印度教为国教，但也不排斥佛教。印度教徒占84%，佛教徒只有15%。这里的佛教信仰深受印度教影响，很多人同时信仰这两个宗教，甚至尼泊尔的佛教徒也有种姓制度。有趣的是，尼泊尔历史上因为没有被回教徒入侵，可以清晰看见佛教思想在印度文化当中的演变轨迹。换句话说，即使印度大陆未曾被回教徒入侵，佛教也许不至于完全消失，但情况最多也只是像今日的尼泊尔。佛教的圣地之行，为的是缅怀佛陀伟大教诲，可惜这一路只有遗迹，看不到佛陀思想的显现。尼泊尔的景象可以填补这一路上佛国情境上的空白。的藏人一部分落脚在尼泊尔，建立了西藏村。如今尼泊尔境内约有2万名西藏难民，而且每年仍有人继续偷渡来此。13座难民营中，7座位于加德满都，4座在波卡拉。西藏难民失去故土，流落他乡50年，靠手工、劳力、编织地毯、地品兜售观光客艰困求生。波卡拉
以雪山和湖泊等自然景观成为尼泊尔著名的旅游胜地，是尼泊尔第2大城市，人口约20万，位于加德满都以西198公里。尼泊尔旅游观光以山而闻名。全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14座8000公尺巨峰，就有8座在尼泊尔境内。大多横跨在与中国西藏或印度的交界上。鱼尾峰属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一部分，距离波卡拉25公里，海拔高度6993公尺，目前尚未有人登顶。著名的菲瓦湖是尼泊尔第2大湖，湖中心小岛上的巴拉赫寺是一座2层的印度教寺庙，香火鼎盛。戴维斯瀑布，在1961年，一对来自瑞士的戴维斯夫妻在此玩水，却被突如其来暴涨的溪水冲走，消失无踪，生死不明。后来人们才发现这里原来是一条地底瀑布，世人也因此发现了这个瀑布，所以瀑布被命名为戴维斯瀑布。是农业国家，主要农产品为水稻、玉米、甘蔗、油菜籽、柑橘、烟草、茶叶等。尼泊尔人至今很大一部分还保留农业社会生活方式，他们生性简单宁静、温和善良、知足守分，一天吃2顿饭，喝3道茶，悠然地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习惯于早睡早起，早起是要去庙里朝拜，要喝早茶，要为一天的生活做好准备。到了晚上8、9点钟就上床睡觉。他们生活物质贫乏，但与之相处，发现脸上常常挂着笑容，有一种随意而安的乐观，以及发自内心的快乐。走过世界各地，尼泊尔人是至今仍很少人低头滑手机的地方。他们精神上是丰足的，眼神明亮笃定，有种无忧的充实。尼泊尔乡间生活虽然简单，物质原始却很充足。在印度的贫困是煎熬，在尼泊尔则是清平淡然。माया को बचाया धीमी धीरे घुम छाया